嘿，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的就是 MT3600BE。是的，时隔2年 ，MT3000它终于升级了。那这次都有哪些重要升级呢？一个是 WiFi 的升级，由之前的 WiFi 6升级到了 WiFi 7。再来就是 CPU 的升级，由之前的2核心升级到了现在主频更高的4核心。再来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存储空间，由之前的256兆升级到了512兆。还有就是部分小伙伴可能会用到无线网卡可能会关心这个供电的问题。那这次呢，他们也一步到位，直接升级到了30瓦的 PD 供电。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箱看看吧。好，这台路由器其实之前我已经开过箱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不卖关子，看看里边都有什么配件。好，那打开之后呢，一共就是这么多，一个呢是路由器本体，一个是 PD 的这个充电头，这个充电头呢最高支持30瓦，再来呢就是一根双 C 的这个电源线，还赠送了一根网线，还有一个简易的使用说明书。好，我们简单看一下接口情况，最左边呢是 PD 供电，支持5伏、9伏和12伏，中间呢是2个网口，2个都是 2.5G 的。然后最右侧呢是 USB 3.0， 看一下机器的背面，可以看到机器背面呢有大面积的散热格栅，内部呢是一个散热风扇，非常静音。可以看到整体的外观跟上一代的 MT3000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应该是同一套模具，只不过从 WiFi 6变成了 WiFi 7。另外呢，颜色从之前的淡蓝色变成了淡绿色。好，我把这3个路由器放在一起，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颜色。那最左边呢是 BE3600， 最右侧呢是 MT3000。那中间呢是 MT3600BE， 大家喜欢哪一种颜色呢？关于颜色呢，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可能有的人喜欢蓝色，可能有的人喜欢绿色，但无论怎么样，一个路由器还是要看它的实际的性能表现。好，接下来我们就通电测试一下吧。接下来3、2、1，通电。好，这边稳定之后，它的功耗大概是4瓦到5瓦之间，还是比较省电的。而且这次的 PD 供电头也绝对是够用的。好，那通电开机之后呢，我们连接这个 JioNet 的信号，然后就可以访问它的后台了 192.168.8.1， 然后简单的初始化，然后现在开始登录。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界面都有所了解了，尤其是以前用过 JioNet 的老用户。这次的型号呢是 JL-MT3600BE， 然后同样是有2个网口，其实都可以互换的。在无线方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几组 WiFi。最常见的就是 5G 赫兹 WiFi 跟这个 2.4G 赫兹 WiFi。等一下我们也重点测试这2组的数据，看看每一个房间的这个覆盖范围。当然 5G 赫兹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自由的去修改，比如说点击这个修改，比如说这个频宽你就规定为160兆赫兹也是可以的。点击这个客户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设备管理，你可以把某一个设备保留 IP， 它这个 IP 可能就固定不变了。甚至你还可以把某一个设备拉黑。然后至于应用程序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跟之前的一些软件都是完全一样的，包括这个网络存储也可以作为一个轻 NAS， 比如说你连接 U 盘或者移动硬盘。那这次的这个供电呢是比较充足的，换成了 PD 供电，所以应该比之前更加的稳定。默认情况下，这个网络模式呢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路由模式，一个是 AP 模式，而且这些模式呢还可以自由的切换。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开关，就是系统下面有一个波动开关位置。默认是没有任何功能的，你可以在这边设置，你可以切换成中继模式或者是无线桥接模式，所以这个按钮终于派上了用场。再来到了高级设置之后呢，默认情况下是没有 Lucy 界面的，所以如果你想跑我之后的那个脚本的话，建议大家先把它安装一下，安装之后再跑我那个脚本，就不会出现异常了。好，那接下来进入 Lucy 界面，我们点击系统下的软件包，大家可以看到默认剩余空间还有370兆。也就是说，在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这个空间已经很大了。相对于之前的 MT3000，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是它的2.3倍左右。空间扩大了，当然是有利于我们折腾各种软件了，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插件。好，那接下来进入测试的环节，首先是 WiFi 的测试。这是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大概不到90平 ，ABCDEF 6个点位，其中我把路由器放在 A 点。我们分别测试下每一个点位 2.4G 赫兹和 5G 赫兹的速率表现。而测试宽带是北京联通2000兆，测试的软件呢是全球网测。首先呢是 2.4G 的信号，大家可以看到 ABCDEF 6个房间呢，每一个房间都可以覆盖到，其中 AB 2点呢速度比较快，因为挨得比较近，其他几个房间呢就是90兆左右。2.4G 赫兹一般用于智能家居的一些设备，其实不要求太高的网速，重点是它的穿墙能力比较强。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5G 信号8兆赫兹，可以看到6个房间其实网速都挺快的。最慢的一点呢是 F 点，因为它隔着2堵墙，是厨房那个位置。最快的那点呢是 A 点，它已经达到了995兆。然后其他的点位呢基本上都比较平均，700-800兆的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160兆赫兹频宽，当然这个需要你的手机支持或者你的网卡支持才可以。我们可以看到 A、B、C、D、E、F 呢速度都非常的快，尤其是 A 点已经达到了峰值1555兆。
我觉得这个速率已经相当快了，因为我用的是 WiFi 6E 手机，并不是 WiFi 7手机，可能 WiFi 7测出来更快。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房间它都表现不俗啊，就是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并不会因为它是边边角角它就速度下降很多。我们可以看到 F 点是最慢的，但是也达到了700兆。所以如果我们把 MT3600BE 当做是一个便携路由器，就有点暴殄天物了，因为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桌面路由器来使用。而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加了2条宽带，我用的都是它的上一代产品 MT3000，对于我这样的户型来讲是完全够用的。那如果 MT3000都已经算够用呢，更何况是 MT3600BE 呢？只能说它是一个性能小钢炮，只是外表比较小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对比一下2种不同的频宽下速率的表现。可以看到左边纵坐标最高值是1000兆，右边纵坐标最高值是1600兆，而整体的这个柱状图的走势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速率也是成比例在放大的。从这个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你是中小户型的话，那么 MT3600BE 跟我们之前测试过的 BE600 比较而言呢，可能是难分伯仲的。好，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游戏方面的表现，就是我们连接的这个信号呢是最常用的 5G 赫兹，那位置呢位于 B 点，就是我最常待的一个地方。好，那经过一段时间，结果已经出现了，每一个游戏呢它的时延都是表现良好。这个小路由器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利用 USB 的无线网卡来上网，所以这次我还特意斥巨资买了一个中兴的 F50 Pro 来给大家做这个测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插上 SIM 卡，这次我用的是联通的 SIM 卡。好，充电之后呢，我们首先看看中兴 F50 Pro 这个无线网卡它本身的一个功耗，稳定下来之后呢，大概是 1.5 瓦左右。好，接下来我们把它接在 MT3600BE 上。好，那接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率呢就来到了 6.3 瓦左右。那多出来这部分功率呢，就是来自于无线网卡。接好 SIM 卡之后呢，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兴 F50 Pro 的这个后台，检查一下这个 SIM 卡是正常识别的，信号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 MT3600BE 的后台，点击互联网就会发现，它目前已经改成了热点共享的方式。之前呢，我们是插入网线，现在我没有插入任何网线。那么这个 IP 地址呢，就是中兴 F50 Pro 无线网卡给它分配的 IP 地址。那此时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它网速的情况，比如我们打开哔哩哔哩看一下，可以看到是秒加载的。非常快，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我们可以快进看一下，都没问题，速度非常快，是当即失恋。所以中兴的这个网卡呢，搭配它是非常好用的。其实本身中兴 F50 Pro 的这个速度就很快了，那加上它无非就是增加更强的覆盖范围。速度方面我也给大家测试一下，大概是350兆的样子。这个速度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在户外还是在车机使用，都是够用的。好，在网口方面，我们也简单测试一下。首先是从这个电脑到路由器之间，可以看到它的传输速率呢，可以跑满整个 2.5G， 大概是280兆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反向测试，就是从路由器到我们的电脑，同样的可以达到275兆左右。这样的话，上行跟下行几乎是差不多的。好，那至于说有线方面的一个宽带呢，我们也简单测个速吧。同样的，用全球网测这个软件，目前是2000兆的宽带，可以看到已经跑满了我2000兆的宽带，测出来速度大概是2400兆左右。联通还是比较良心的哈，给出了这么多的冗余。所以这个 WiFi 路由器呢，在我这儿呢，绝对是可以当做一个桌面路由器来使用的。好，那最后我们再讲一讲本频道的传统项目，就是把这个 JL9 路由器做一个一键美化。脚本我已经放在这里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执行这行代码。执行完成之后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面，我们点击登录按钮就进入原厂界面，点击 Lucy 按钮就进入 Lucy 界面。好，我们点击 Lucy，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没错，这个就是所谓美化之后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美不美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方便安装一些软件。右上角呢有一个自定义功能。哪一个模块你觉得没有用可以去掉，比如这个磁盘信息你可能不需要，那你就把它去掉。还有这个下载服务你可能也用不上，也可以去掉。然后我们再点击保存。好，大家可以看到没用的模块就已经被清掉了。所以这个版本的这个首页还是比较自由的，甚至你可以全都去掉。点击保存，就这个样子了，对吧？当然这个就看你的个人喜好了。你也可以全部显示出来，这样就出来了。如果你想安装第三方软件的话，我们点击最上面的这个快捷入口，点击应用商店，
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自由的下载和安装你想要的一些软件了。因为这次它的这个存储空间比较大，我们点击软件包可以看到，目前还有351兆，所以有大量的这个可折动的空间。这次我也集成了 VideoTalk 小哥制作的这个高级卸载功能，我个人认为这个功能非常的有用，尤其是你装一些大的插件的时候，如果想卸载的话，那么用这个软件卸载会卸载的非常彻底，而且不需要你去关心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那这个脚本的执行过程我就不在这里演示了，因为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多次了，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进入 SSH 之后执行这行代码就可以了。好，那最后呢，我们谈一下我的个人使用体验以及我的建议。那 MT3600BE 呢是一款使用场景非常丰富的路由器，大部分人第一次接触它的用户呢都会被它的外表所迷惑，总觉得这样体积小的东西呢性能就不好，而事实上证明呢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中小户型，它完全可以作为你的家庭路由器来使用。另外，广东或者海南等热带的省份呢，可能比较关心散热问题。事实上，大多数 MTK 的处理器呢都比高通的发热量要低一些，当然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把这个风扇的策略调整的激进一些，而一般用户呢其实不需要动的。最近他们的首发价格已经出来了，大概是469元，估计日常价格得500多。有一说一啊，相对于传统路由器，它的这个价格呢并不占优势，但市场上搭载原生 OpenVault 系统的厂家几乎只有它，还有光影猫，这样就给不喜欢刷机并且想当软路由的用户呢多了一种选择。当然，市场证明呢，喜不喜欢并不是完全看价格。当年 MT3000 就有许多女生冲着它的颜值去购买，所以市场表现只能交给市场。在这里，我想再次呼吁厂商尽快上线 Mesh 组网功能，最好在2020年能够落地 OTA 升级包。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普及的功能，毕竟现在很多低价路由器都已经实现了。OK，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使用体验，希望对你选购路由器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